开视频弄这些分镜真的麻烦。现在北京的温度已经上来了，等过几天我再把水箱的一些防冻液清掉，这样的话水就可以用了。大家好，眼平 Mrs. Gary， 今天比较特别，今天我会参加北京的国际房车展，包括今天还有明天会有2个会，我会分享一下，其中有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介绍我改车的这个经历，应该也会有一个奖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但是我今天不会开着这个皮卡房车过去，因为它比较高，而且那边我之前去停车位不多，我还是开着小车过去，主要还是分享我自己的经历。换好车了，就是我作为一个去年才开始折腾房车的一个新人吧，虽然这个可能几年前我就开始筹备这个事儿了，就自己改一辆房车，但确实能得到一些，包括北京的国际房车展，包括上海国际房车展，我今年我都是有奖项，能得到这些官方组织的认可吧，我觉得真的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，我觉得确实大家的关注，很多一些评论，无论是批评的也好，还是赞扬的也好，我觉得都是对我的行动有很大的鼓励。对，这个是真心话，只不过是现在因为自己在开车，没有办法一直看镜头，但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无论是上海房车展还是北京房车展，愿意去把这些户外露营啊这种生活方式的奖项颁给我，除了说我自己改这一辆车，它这车辆本身的一些性能，我觉得它可能参考因素不算大，但可能是说我作为一个外行人，从0到1，对吧？摸爬滚打，所以应该是这种理念，主办方会觉得，需要去让更多人去理解和知道吧。所以我明天在北京国际房车展的一个分享的主题，除了房车本身，我更多的是要分享，这种很多年轻人也好，或者说职场上的人也好，对吧？大家逐渐迷茫，逐渐很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我是不建议的，我觉得还是有想法就去做，在相对稳定的一个情况下，努力的去做。就比如说我从去年开始折腾这一摊子事儿，比之前自己打工上班要辛苦很多，但是因为很多事儿是自己感兴趣的，想要做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很疲惫，但是心里我觉得还是比较充实的。这是有延平 Mrs. 房车学员中的这个一些小经验和是户外的一些场地，然后其实这每个馆里面都有很多车，包括刚才开会这1号馆里面也有很多厂商的车，规模还挺大的，反正就很好的体验。因为刚才在会上的几位老师吧，他们的视频我之前改车搜资料的时候也经常刷到，然后今天是和他们一起在会上交流啊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包括今天是周4嘛，这个房车展我感觉比之前周末来的这个北京房车展人都不少，确实大家热情都挺高涨的，对于房车啊、户外这种生活的向往吧。然后我也在其他场馆看一看，主要看看一些配件的。这车感觉升顶升了2层啊，好高啊 ！The next day， 北京国际房车展的第2天，今天上午我会有1个小时的分享，介绍一下这个经历。昨天领了张媒体证，今天停车会方便一些。整个园还是挺震撼的，工业风。1号馆是主推馆，所以它这边的车的品牌，客单价会更高一些，大通舱不错。后拓展感觉还是比侧拓展要感觉友好一些，对其他人友好一些。因为和New Daily的地盘看着真的很高，越野的。就是上午的会讲完了，刚也跟朋友聊了聊，就准备撤了。还是挺特别的经历，就是一个东西从无到有，然后有机会去向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精神吧，还是挺
加油。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。后期呢，旅途还在继续。